哎，你今天这么早哦？哦，对啊。那今天要不要来晚一点角色扮演？好啊。好，那剧情是这样：你是闯空门的窃贼，我是独居女巫主，你不要过来。等到你要得逞的时候，要就是要给我躺好，女人。会自己的男同事便跳出来解围。变态，住手！啊！尊敬的面粉们好，今天你们赚钱了吗？最近赚钱应该是比较难的啊，没有什么行情。目前整体市场是以横盘为主，涨跌就是那样，涨跌跌，横。不过呢，面具人，我从这种微跌震荡横盘的盘面中看出来了一些端倪。那今天咱们就来讲一讲大盘这样横盘究竟有什么坑，这是你们今天一定要了解的。而且呢，我今天还要讲一个非常重点的事儿，那就是美联储的缩表进入了倒计时的阶段，我们是否应该进场操作布局抄底儿呢？那今天的节目你们仔细听完，是可以救你们命的节目哦。OK， 节目开始之前呢，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否则呢，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、政治预判、风险预警，而导致你没赚到钱，或者是被政府的恶性政策割韭菜了，可不能怪我哦。大家如果不相信面具人的准度的话，可以去翻阅一下我的往期节目，看看我对政府的政策判断的准不准，以及对这一次的下跌，我说了38000就该避险了。准不准？看现在比特币跌到了29000、28000，死不死活不活的。哦，对了，我再给大家公布一个活动啊，以后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，你们听到了以后，在留言区回复这个数字和你的狐狸钱包地址，我会从答对的人当中随机抽取1名，直接给你转账奖钱，帮你回点血。啊，当然了，这个数字也有可能是没有数字啊，有可能是我忘了说啊。为了公平起见，你们的留言我暂时隐藏，在下一期节目之前呢，我会显示出来。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，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，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。好，先来给大家说一下以太坊的事情啊。上个节目我说到了显卡矿机降价会对以太坊不利，如果说没有资金拉盘，没有新人进场，那以太坊就有可能会陷入恶性循环。有个数据也支撑了面具人的说法啊。我之前几次说过，币圈现在的流动性极差。那大数据也显示了，以太坊的接收地指数达到了17个月以来的低点。接收地指数是什么概念啊？那就是说，收以太坊的人变少了。说简单点就是这。而且呢，以太坊还在不停的挖。那么以太坊的币价就很难维持这种平衡了，而且以太坊 2.0 即将转 POS， 或者是它的什么新的路线啊，这个 POS 也是类似于流动性挖矿的玩法，那这样的话又会分流一部分资金，所以呢，以太坊的前途我认为是有点迷茫的啊，至少目前我没有看到特别多的好消息。并且呢，挖矿、挖提卖的这种模式的风险，也可以套用在其他的币上面啊。很多人说啊，以太坊挖不成了，可以挖其他的币，但是其他的币也存在着，你把它挖来了干啥？不就是为了卖吗？对不对？目前加密货币最大的弊病是它本身没有价值，没有留存性。为啥？因为它没有实用性，没有商品，没有服务。那么它的价值是仅限于大家持有它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能卖得更贵。一旦这一点满足不了的话，那么结果也是很显而易见的嘛，对吧？好，我们来说今天的重磅啊，缩表的事儿。美联储在6月份就要开始启动缩表了啊，是正式开始缩表。美联储对机构债券和机构的 MBS 设定每个月最多要削减175亿美元啊，3个月以后每个月的缩减上限要提升到350亿美元，甚至有可能更多啊。那么这也就是说，
机构们的钱、券商们的钱、币商们的钱要被撤走了，要被去杠杆了。机构被国家撤资，那么币圈股市的项目方也同样会被撤资，对吧？那这些机构他们是仰赖于国家政策，而币圈美股的项目方他们的资金从哪来呀？不就是从机构来吗？机构都被撤资了，那你说这些股市呀、币市该怎么办？对不对？美股你看现在微软呀、苹果呀、Meta 呀都在狂跌，那这是很严重的信号。一跌了以后，那股票的投资人也就会亏损嘛，他们的钱就变少了嘛。再加上加息缩表，本身就会导致民间的资金变少缩水，钱也会变得更难赚了做零售生意的也不好做了。你看零售业的物料业的这些股票也都在狂跌，对不对？那这些人他们也就没有什么更多的流动资金了，他们的流动资金缩水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他们的流动资金缩水了以后，自然也没有更多的钱去投资币圈了呀，对不对？机构现在的日子其实也不好过，拉盘呢，他们显然是有心无力了。面具人，我从这段时间的盘面发现的阴谋就是74。大家来看图比特币一直在横盘，横了有快1个月了吧，从23000到3万之间。目前市场的恐慌情绪反而平复了一些。因为横盘嘛，看起来好像稳定了，所以呢，大家的恐慌指数就下降了。这就代表了目前散户投资者们市场的情绪开始乐观了起来。大家都认为，你看现在怎么横它都跌不下去了，是不是 ？OK， 大家可以逆向思维一下如果你是庄家，你现在很明显没有钱去拉盘，但是这碗饭你还得吃。那该怎么办？就只能用你现在手上的这些筹码，尽量的去稳住盘面，用时间冲刷掉韭菜的恐慌情绪，尽量维持多吸引一些韭菜的筹码，然后呢，咔嚓，现在大家的恐慌情绪消退，也符合庄家的需求。目前还有很明显的一点就是。现在这种小震荡的横盘，让做合约的也没法下手它涨也涨不上去，跌也跌不下去，做合约也没有多大的利润，反而呢风险还是非常高，多空很难判断嘛，多空都会被爆嘛，大方向不明确嘛。那这也就证明了庄家们看既无能拉盘，也不想砸盘他也不想给做合约的机会同时呢。他现在一直横了好久，横到了市场的恐慌情绪逐渐平复，也证明了庄家们的筹码还没吸收够。其实这种微震荡横盘是最危险的。我们参考一下其他的币诸如狗狗币、狗屎币、Luna、AVAX、Matic， 还有很多的币几乎是大部分你从这些币的身上的走势，你基本上能看到的都是。在颓势震荡之后越走越低，甚至直接跳水。为啥？因为它上攻无力，只能勉强维持吸收到了足够的筹码以后，就开始杀鸡杀猪。所以呢，鉴于这种情况我是替你们的安危着想，替你们的本金着想说负责任的话一点那就是目前的操作，我建议还是以比特币、以太坊。突破跌破整数位，抓一个反手如果说它突破了3万、3万1，你就可以等一等，等它跌下来。如果说它跌破了3万、2万8、2万9，你就可以进一点，反手抓一个增长赚上几个点就跑，以这种投资操作为主。至于长线和价值投资，我目前不建议因为整个市场长期的增长看不到希望。你说你把你的钱放进去，它横盘3个月、5个月、半年、1年，那你这个钱连通胀都跑不赢，你更划不来，对不对？万一下跌了，那你就更加划不来了，对不对？而且还有6月份的缩表，7月份的加息，后面还有好几次加息呢。那你觉得接下来的市场能会非常好吗？做点短线波段投机还是可以的，对吧？反而我认为长线呀，价值投资应该是比较难的了
所以呢，现在炒币的话，我不是很建议你去大资金操作，或者是频繁的操作了。你也就是抓住机会撸上一点点钱，提前想好亏损，赚了亏了也就是那回事了，小打小闹就得了。目前没有太好的商机，反而我认为啊，现在是时候去搞一些别的赚钱的商机的时候了。哎，我也在考察。但是目前这些商机我先保密啊，我还在调研，机会成熟了以后，我会在会员群里面先公开的。如果你想要紧跟我接下来的稳健投资的话，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。你们要相信面具人，我对市场的预判能力以及我引领潮流的能力啊。当然了，你不相信也可以，你们还是可以去那些什么K 线群呀，那些什么多空群呀，梭梭哈哈的呀，祝你好运，拜拜。